李律师，他们提审过您了吗？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？提审过2次，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。哎，不要谈论案情。啊，好，我们注意啊。包庇罪指的是替乔治良辩护吗？对。泄露国家机密呢，指的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说了不要讨论案情了。好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A little. What kind of state secret they mean? 我会见乔治良的时候，他一意求死。我为了劝他，我就告诉他，检察院正在准备建议死刑，他们认为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！再讨论案情，马上结束会见。Well。不许讨论案情，我们来干什么？啊？哪条法律规定了律师会见不许讨论案情？你态度好点儿。你改正你的错误，我就收回我的态度。冷静点儿。是，我就站着。现在我们来讨论案情吧，可以吗，警察同志？哎，陈一正也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等着瞧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。我听老陆说了见面的过程，我觉得李湘案是好事儿。好事儿。如果这个案子影响面够大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宣传，纠正人们对律师的错误印象。我甚至希望一审判李湘有罪。这样这个案子就能成为全国非常经典的案例。那是太冒险了，就算是官司赢了，他们职业生涯也毁了。而且一路打到最高法，那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？万一要是再翻不过来案，那一辈子就完了。一仲怎么办啊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法律制度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奉献的。我相信一仲也是做好牺牲准备了。你一嘴一个牺牲李湘、陈一仲，和他们抓李湘有啥区别啊？这不是一个事儿。他们抓李湘，可能也是真心觉得为老百姓想，为民除害吧。如果这个案子仅只是想着把李湘救出来，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就太微不足道了。我相信一仲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，他想求人得人。城市里长大的陆公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吧？于大干部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就你看过《英雄儿女》啊？你咋不牺牲呢？必要的时候我会牺牲。大部分的牺牲都是无名无姓的，像尘埃一样。只向前看，不会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对，你是不知道。我大学4年的学费是全村人给我凑的。我出来了，我弟弟妹妹只能待在家里，种地，照顾父母，没有办法读书。你们只看到我，没有看到我后面的人。以我之身，
换制度的进步，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，我愿意。刚才还尘埃呢，现在又名垂青史了。一片冰心在玉壶，慢慢吃。非加这句干啥？他也就会这句，前半句他都整不出来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你不吃，你给我。喂，我丁仲祥，洪振胜和李湘的案子，你们检察院可要给我做扎实点儿。什么？这是要出大事儿了。这不看守所说的吗？来了好几波了，非要给李湘做辩护人。我说老丁啊，这帮律师都是从城里下来的，狂妄的很哦。啊，省城的律师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？那肯定是省律师协会指使的呗。那省律协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那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的呗。那又是谁通风报信的？你看我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我觉得这一招是够阴的，这个屎盆子怎么越做越大了呢？那你可要端好了，千万别撒手啊！老丁，这个屎盆子我也不端。哎呀，还有个事跟你说，上面要求我给陈一仲以反革命罪来起诉。于可然，我出去一趟啊。进去吧，别鬼鬼祟祟的了。怎么了？省城来了几个律师，要给李湘做代理。不是，他们怎么知道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报社起作用了。有可能。李湘是律协成员，报社反映给省律协，那帮律师坐不住了。平时就挺受委屈的，现在借题发挥。什么借题？这就正题。反正李湘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湘案了。那帮官僚肯定想不到，小小南云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。4两拨千斤，厉害厉害。等，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仲啊？没说。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？啊，得想招啊，同志们！要不再加一把火，去北京，直接找郑一普、程建记，他们2个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爱徒就这么被关起来吧？你看，好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全都变味儿。陈一仲现在连个罪名都没有，周老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下手啊。丁仲祥现在也头疼的，不敢放也不敢判。你说什么？反革命罪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不跟你商量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老管，要敢这么干，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。一个还不懂事的学生发了几句牢骚，就被打成反革命罪。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觉得他有反革命的倾向吗？我知道。要不咱们想个辙，就以妨害公务罪来处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他毕竟闯了看守所嘛。
买东西讨价呢？啊？怎么的？你要是真敢送来，我是坚决退券。真敢送了我也不接。老丁，我跟你说，陈一仲这孩子，于情于理于法，我觉得都是个好孩子。啊，那咱们先拖着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么定。我去找丁院批假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自己去啊？你要不我跟英杰一块儿，你跟丽慧守家，每天通一个长途，保持联系。嗯。李远，没听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跟夏英杰想请几天假回趟北京。回北京？干嘛去？反映情况。跟谁反映情况？我们学校导师。穷折腾！你们在这1年的所有行为，都要写进鉴定报告，会跟你们一辈子的。做吧。李湘这个事儿，早晚会过去的。再过多少年，你们可能连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。也许这辈子，你们都不会再来南屿。可是现在呢？你们要为这个人、这个事儿、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啊！孩子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一个对站错了，那就是一生的蹉跎。这有多少前车之鉴呐？还有这个秦志高，说的陈一仲呢？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？您怎么办？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？丁院，我们去北京也是为了您。我不需要。你刚才说你们家怎么了？没说我们家怎么了。房塌了。夏英杰家也塌了。写个请假条，写完我签字。听着，你们离开南屿以后，就不归我管了。你们去干什么？我不关心，不知道，更管不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谢谢丁队。林姐，你到那儿给我带几本书回来呗。哎，要是太沉的话，就邮寄吧，邮费我出，反正也不着急。这几本对你来说是不是浅了点儿啊？给郑建民的。哦，哎，那他怎么不去找于高远啊？这不是他找我的，是我自己想给他买的。我可提醒你留点神儿啊。据我观察，我觉得建民不简单。他人挺好的，我没说他不好，就是，哎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他帮咱不少忙，就当感谢他了。好，你就是不说话主意大，行了吧？拿着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，你放心，于高远跟着呢，没事啊。哎呀，那我也不放心。哎呀，娘子，走吧。走了。一场吧。
想你。走吧。走了。一路平安啊！好，慢点儿，放心吧。哪是搬救兵去了，领证去了这是。这你话多。壮，粗暴的，粗鲁。我们先得坐长途到区里，然后再坐火车到省里，再坐火车前往北京，有点辛苦。不苦，我特开心。哎，李同学，珊珊，行，您这是？出去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，票都买好了，3张，快，时间到了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不告诉泽明。我这神神叨叨真有点吓人。往省里闪呀，走。上来。哎，哦，这就是南鱼。巴掌大的店，现在是出名了。哦，哎，那蒙阳的律师叫什么来着？李湘。哦，对。哎，走了，王律，李律，走，我走。小玉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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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好，上啊。不，走啊，老杰，你不是做梦都想来吗？老杰，快点，老杰。事实清楚，逻辑梳理的也很清晰啊。这材料谁写的？英姐写。我们几个一起写的。你们几个不错啊，敢于投身实践，表达看法，坚持原则，忠于理想。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。还是不够成熟，有些事情想的不太周全。谁年轻的时候还都能面面俱到？高远，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出头，可以。就是做了该做的。还有一仲，他就是
有点太赶了。这一仲他这个心思啊，太深沉。你说就是他不这么做啊，我们也会高度关注李湘这个案子的。还不是咱们的错，一仲肯定是觉得呀，咱们靠不上，对咱们没有信心呗。你看你就是偏心眼儿。不过这个文字呢，还是稍显有些冗长。我是担心领导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啊。哎，程教授，要不你帮忙定定性啊？我来改改吧。这个材料能递到上面去啊？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吗？国家已经认识到了，要想做到长治久安，非走法治道路不可。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。那批示什么时候能下来？你比我还急，等几天。问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来，校对一下书稿。好。好，走了。周老师、程老师，这位是李湘案的辩护律师秦石膏，秦律师。你好，秦律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走了。谢谢，走吧。戴老师，哎。老周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律师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前2天，我们去看了你3个娃娃，你婆婆把他们带得很好。公社的民政部门替他们申请了国家补助，一直养到他们18岁为止。真的，这3个孩子，爹妈死了，倒是过上好日子了。你放心啊，这些钱，你婆婆得去大队签字，才能去领到，别人抢不走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吃吧。真香，这里面真好，没人打我，没人骂我，还不用干活。你们看我都胖了。沈班长，现在苦日子到头了，还有这么好的饭和你们送我上路，我这辈子没有白活。怎么不吃啊？不舍得，想留给孩子吃。
不是这个黑律师案，检察院为什么还不起诉？正在审查证据，但经办的检察官说证据不多，比较难办。人都抓了，迟迟不办不审啊，弄得社会上是谣言四起，效果是大打折扣啊。这个案子就算勉强给判了，以后很可能也得翻，到时候呢，说不定还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，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吧？那你的意思呢？既然抓了，不如就让检察院给个免于起诉，把人放了。放人？那党和法的威信何在啊？我这不也是正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建议免于起诉嘛。这个，哎，老管，你觉得呢？来说说。哦，我说一下，实际上免于起诉它是有文章的啊，它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罪，但经过检察院的审查以后，觉得他的罪行显著轻微，所以呢就不起诉了。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既定了罪，又免去了勉强定罪而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我觉得丁院长这个想法实在是高啊，切实可行，啊，既有政治智慧，又有法律思维。其实这样，大家都说得过去，啊。头几天啊，我们地区开了一个打击犯罪斗争的碰头会啊。我们地区13个县市，我们排在了第几位？你们知道吗？都猜猜嘛。第几？第11位。这可是倒数第2。哦，倒数第3。我们工作不力的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对种种乱象不坚决，不敢下痛手。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判，而且要坚决的重判速判。领导，要是我们真的给办成了错案，那以后追究起来，所有的责任我来负啊！我错了可以撤我的职啊，怕什么呀？那好，不，这个你记它是干什么？不是，这需要记吗？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这都有，我在记录。啊，这当然都是，那就不记了。听见了吗？王八吃秤砣。对了，那句撤我的职删掉。那句我没记。领导，刚才忘了个事儿，那个李湘和洪战胜先搁一边儿，就是那个抓起来的大学生，能不能考虑先把他放了？他呀，什么罪名啊？什么都够不上，毕竟是人民政法大学的高材生，人家来到咱们南余来实习，你别到最后给人实习到监狱去了，这，好说不好听了。你的意思呢？关了7天了，就当拘留了，教育教育，立即放人，行吗？考虑考虑吧。啊，好。阿成，那些孩子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法律思维训练，过早的讨论死刑问题，这不合适。研究生的时候再说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可真是不着急啊！现在严打，一下就多出几10个死刑罪名来，都合适吗？你现在你不讨论，你不脱离现实。你急于求成，更脱离现实。我怎么就脱离？行，来，你坐会儿，你这一脸的汗。我往下一个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我坐不下，你逼我不成，你不要倒水，你，我去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小夏，哎呀，
我都怕你了，又来催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给您送校对稿。哦，英杰过了一边，我过了一边，弄到2点多，估计会有一些疏漏，您过吗？哦，这辛苦你们了啊。材料已经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了，他们要全面的了解情况，啊，会非常慎重处理的。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对，你们程老师也需要点时间。程老师，郑老师，哎，来，你喝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人大那边也有人把这个案子的材料递上去了，说是从绿血口递上去的。是例会那边立功了。对。哦，哎，你们坐，别老吵。他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也参与了。我们都参与了。真不是想老来催您2位，主要是刚刚跟南云那边通过电话，说县里好像正在加快动作，我们怕来不及。怕什么？就是判了也可以纠正过来吗？领导们也看到了执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，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这样。这也反映了当下法治建设的不成熟。周老师说的对啊，你别看你们周老师现在制定刑法，然后编教材，他的文革的时候那反动权威啊，造厕所啊，做喷气式，还被他那好朋友。哎，孙干事，2位教授好。于高远，你出来一下。我问你，有个叫秦志高的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耍流氓，被学生给抓了。哎，就是他啊，在人女生宿舍门口瞎转悠，鬼鬼祟祟的。不是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多站了一会儿，就围过几个男生来，我要走，他们不让我走。你要不扒窗户往里看，人家围你啊！那是传达室，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呀。我们可没打他，送来的时候就这样。没事，打得不重。老孙，他的人格我可以担保，我签个字要么就算了。不要，谢谢。行，签个字，带走吧。你们得多注意，以后别让这种无业人员在这瞎转悠。不是无业人员，他是律师。就这德行还律师啊？行了，走吧，老秦走了，谢谢啊。走吧。学校不能住了，社管跟我说，无关人员不让进学生宿舍。我真的不是流氓，我更不是无关人员。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我是一块抹布吗？老秦，你别激动。我不想说。我本来想着回来看看，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我真的不想说。你就说吧。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。我不是流氓。怎么回事？老师同志，你们不能这样就把我儿子关在里头啊！他是个好孩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么做是要负历史责任的。我这个问题跟你没法说，好吧？走，赶紧走。苏同志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仲哥，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案子。我就是不小心割了村里的高压电缆，他们说算盗窃。不小心，你那得多不小心啊！哎呦，那这个电缆后来哪儿去了？卖了？卖了。那你卖都卖了，你这性质肯定不一样了。你那妥妥的就是盗窃。钟哥，我给你讲讲我的事儿。
我对象跟人跑了，我去找那男的算账，结果他掏出一把刀来，我抢过来捅他一刀，我这不算自卫吗？那你是空手去的吗？我倒是拎了个棍子，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，而且又不是我先动的手。你这当时的目的就是……陈一中，到。出来吧。兄弟，恭喜，毕业了。想什么呢？没带够啊？签字，快点签吧，啊！你妈来了，外边等着呢。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能冲动，凡事都有后果。你不管不顾了，家里人怎么办？签吗？我没反革命。妈，说你这么做，你替你爸想过吗？你知道你爸受了多大委屈，啊，牺牲多大吗？说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案子啊，差点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。你这么意气用事，你能成大事啊？你爸他，我爸没来啊。你爸来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妈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就这脸，真是哪个混蛋打的呀？下手这么黑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谁跟你说的？哎呀，走吧，回家再说吧。我记得好像是5级的。5、3级。哎，这儿，哎，这儿呢。真的哎。就是他。哦，在这儿呢。他没撒谎。那就在这儿。你看对吧？就是他。他这个，哎呀，他这模样变化很大啊。我们不在一班，就是不熟。我对他有印象，当时我刚留校，跟他教研室啊。啊，这样，你们俩去问问他，科尔金和丘古诺夫是谁啊？去吧。科尔金啊，教研室主任，他毕业于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，他是带研究生的，没有教过我们。丘古诺夫也是苏联援华的法律专家。1955年6月24日下午，就在这儿，就在食堂。当时啊，这儿也兼做会堂，他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，标题是“刑事诉讼中人民民主法治的原则”。现场翻译就是周一普。我记得那天特别热。哎，你没看见吗？你哪个系的呀？法律系的，你到系里去告我去，我就亲自告。老秦，程老师、周老师，请你过去一趟。院长，领导说了，排除干扰，抓重点。那个大学生也放了，咱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抓李湘这个案子。哎呀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
人家妈妈千里迢迢来找孩子，带了一些省报的记者，举着话筒，照相机这咔叽咔叽，一闪光，谁不出头啊？我听说了。我听说他穿着打扮的，看起来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。那撒起泼来确实挺吓人的。孙秘书，如果陈一纵真的有什么罪，谁闹都没用，抓什么重点那是心虚，怕把事情搞砸了，影响不好。已经托人找报社了，绝对不能发出稿子来。领导的意思很清楚，还是你们两院要配合好，抓紧起诉，抓紧判，不要这么推来推去的，夜长梦多。我尽量。好。他这个妈是怎么知道要去找领导呢？是啊，要不查查？不急。把你弄的。再道别，时光也。的梦，守候。昨夜。